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向大家介绍一种资金出国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绕过国内的外汇管制，无视每个人5万美元的购汇额度，而且这种方式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如果说你微信绑定了国内的信用卡，可以直接用信用卡付款，也就是说你可以通过国内的信用卡直接向国外的银行账户转账。听到这里，你是不是很好奇这种方法到底是什么呢？之前我向大家介绍了如何通过网络免费申请一张美国华美银行的银行账户，有很多小伙伴已经通过我的方法申请成功了，其中有一部分小伙伴已经顺利入金，但是有的小伙伴暂时没有入金的计划，可是他们又想保留这个银行账户。因为按照华美银行的规定，如果说你在开户30天内没有入金，或者说在任意的30天内你的银行账户余额为0的话，那么你这个账户就会被注销。如果说直接通过银行去小额的汇款的话，它的手续费一般在几百元左右，是非常的不划算的。但是如果你通过我今天介绍的方法去入金的话，手续费只要几十元，而且可以通过你国内的信用卡去支付。那我们废话不多说，现在正式开始吧。今天正式给大家介绍的资金出境的路子就是 TransferWise， 这个是它的一个中文官网的页面。可以看到它官网宣传的一个最主要的功能是海外汇款。它目前的话一共是有600万的客户，受 FCA 的监管，而且在全球内都是可以进行的。它汇款的一个优势就是说，它采用的是实时的汇率，是用路透社提供的独立的汇率，也就是说你现在在 Google 上面搜索的汇率就是它转账使用的汇率，它是不在汇率上赚钱的。那么它赚钱的一个主要方式就是通过去收取手续费。下面是它手续费的一个说明。我们先看一下维基百科对它的一个介绍。首先它是由2011年成立的，总部的话是位于英国的伦敦，目前的话是支持750种货币。语言版本的话其实是没有中文的，我们刚刚看到的话只是一个介绍页面有中文，里面的话实际的操作界面是没有中文的。好，我们重点看一下这边。其实我们大多数的付款方式就是直接将汇款人的钱转给那个收款人，这样的方式的话是银行传统的一个汇款的方式。但是TransferWise 的话，它是利用通过资金向其他发送方式与 TransferWise 用户匹配来实现的。然后 TransferWise 使用这些资金池，通过本地的银行转账支付。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你现在你在国内要给你美国银行的一个账号去转账，并不是说你的钱直接打给你的收款人，而是 TransferWise 他收到你的付款请求之后，他用他自己的资金去进行一个支付，用自己在本地银行的账号去转账这样子的话，就是只要他确认到你的转账指令之后，就能迅速的用自己的资金去转账给对方，这样的话速度的话就是非常非常的快。他重点强调的话，自己有一个无边界的账户。什么是无边界的账户呢？其实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一个人申请了一个账号，但是你一个人申请了一个账号之后，你就可以拥有下面这么多银行的国家银行的一个账户。这个的话你是不用代理的，在国内就可以注册的。注册它其实账号的话，注册界面全部都是英文。你可以用自己的邮箱去注册，另外的话你也可以通过 Facebook 和 Google 来进行一个登录。注册的话方式很简单，我们注册的话一般是个人账户，直接输入你的邮箱和创建你的密码就可以了。然后国家的话
国家的话你可以随便选啊，你选择中国也可以。下面这么多国家，TransferWise它是有一张借记卡，这张借记卡的话，也是支持全球去取款的。但是这张借记卡的话，目前是只支持邮寄到欧洲的，所以说，你选择你的国家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是没有办法收到这张借记卡的。如果说你实在是想要的话，你必须前提是要有一个欧洲的地址。这个我觉得目前是没有需要的。好，这边你填完信息之后就注册，因为我已经注册过了，我就直接去登录了。它是有苹果和安卓的一个 APP 的。从 APP 上面操作的话是更加的便捷的，APP 也是全功能的，和网页是一模一样的。好，我们点进来的话是全英文的。如果说你是用谷歌浏览器的话，你可以直接把它翻译成中文，翻译成中文。那第一个页面的话是活动，你在右边的话，你可以看到我这边目前有3个账户啊，它翻译成天平其实就是货币了，一个是美元账户，一个是人民币账户，这个是港币的一个账户。下面的话是你的一些那个交易的记录。好，第二个的话，天平其实就是你的那个账户了啊，它翻译的不是很准确。因为它是境外的网站，访问起来网速是稍稍有点慢的，大家耐心的去等待。这边我就不翻译了，因为它翻译的不是很准确。好，那这边的话就是新开一个货币的账户，这边呢你可以选择你的国家，说欧洲，然后新开一个，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去新开一个欧元的账户，然后另外的话。我这边已经开过了这3个账户，全部都是这种方法，其实很简单啊。这边一个是借记卡，借记卡的话，就像我刚刚说的，如果它只支持寄到欧洲，那我的地址填的是美国，所以说它是不支持的。好，下面一个的话是转账的一个方式。就是你可以添加你自己的银行账户，我现在一共添加2个账户，这个账户的话是我美国华美银行的账户，可以直接的通过 ACH 转账去实现2个账户的资金流动这个账户的话是我中国工商银行的一个账户，我主要是用来提取资金。这里不得不夸一下，它的提取资金做得非常非常好，我上一次测试它6秒钟就可以把资金从账户提取到你的工商银行的账户。下面的话，它的大概界面就这样。下面正式教大家去怎么样去充值，也就是说怎么样快速的把你的人民币充值到账户变成美元。好，首先我这边美元是有钱的，你把它点开。好，点开了之后的话，你可以看到它这里会提供给你一个美国银行的账号，是以你个人的名义开的一个账号，它的一个账号的名称、电汇的号码，然后银行的号码，还有它 ACH 转账的路由号码，全部都是有的，是一个完整功能的银行账户。好，我们现在来操作添加美元。添加美元的话，这边会问你添加多少美元，我们以100美元为例。好，然后点下一步。好，这里的话它会提示你用什么样的付款方式去付款。第一个的话是通过 ACH 转账，如果说你美国的银行卡里面有钱的话，可以直接通过这个转账。这个的话费率是最低的，只要 0.35刀。第二个的话是电汇，电汇的话费率稍高，是 5.34。第三个的话是借记卡，借记卡的费率是 1.25。第四个的话是信用卡。第五个的话是国际电汇，它的费用是最高的。我这次介绍的话，主要是通过
信用卡来进行支付。如果说你有大额的资金需求的话，建议你还是通过电汇。电汇的话，它的手续费是最低的。但是如果说你只是想有小额的资金的一个进出的话，比如说你只是想给你美国华美银行的卡里面去充值一个账号的管理费，去养着这张卡，那么的话选择信用卡的话是最方便的。好，我们下面的话去选择继续去支付。我这边已经有一个保存过的卡号了，经过我的测试，它目前这种方式的话只支持美国的银行卡，你只支持美国的信用卡，国内的话这些信用卡的话是全部都不支持的，包括招商银行的全币种的信用卡也是不支持的。而且我之前有一张爱汇旅支卡，里面也是不支持支付的。它现在目前经过我测试只支持一种，就是全球付。如果说有全球付的小伙伴的话，直接在这里输入你全球付的账号信息就可以支付成功了。那如果说对全球付不了解的话，我下面带大家去全球付的界面去演示一下。这边我们来到了全球付的一个官网。全球付的话，你去开虚拟卡的话，它是免费的，完全不要钱的。你只需要去充值进去就是马上就可以用了，非常便捷。这边如果说你没有卡的话，首先点击注册。我们来到注册的界面，注册界面输入你的名字就可以了。然后币种的话，你可以选择人民币、港币和美元。我们这里选择美元，选择港币的话是没有办法支持成功的。我们这边选择美元，然后点我同意，然后去下一步。去正常去注册就可以了。注册比如说我随便填一个。好，到注册界面的话，你自己填就可以了，是支持中国大陆的号码的。然后你首次注册的话是必须要最少要那个充值50美元的。如果说你不充值的话是没有办法去用的，充值的时候是支持那个微信支付的界面，跟大家演示一下怎么充值啊。这边是我已经注册好的一个账户。充值直接点去之后输入你的充值金额，你比如说充100刀，充值，然后它会告诉你选择付款方式我这边已经绑定了一张中国工商银行的卡了。那你如果说绑定一张中国工商银行的卡，它这些银行的话，它是只支持那个储蓄卡支付的，信用卡是不支持的。但如果说你选择下面的联动支付的话，它是可以支持的。初次充值的话，我们需要验证一下个人的信息。好，现在出来的话是微信支付的二维码，我们直接用手机微信扫码支付就可以了。好，大家可以看到是支持信用卡支付的。付款成功了之后，我们现在回到 TransferWise，输入你的全球付的账户信息，然后点那个支付，它就可以去支付成功了。那么它什么时候能到账呢？我们一起看一下我之前充值的一个交易记录。我们到账户的主页。好，可以看到我是在30号那天开通全球付的账号。这些取消的是我尝试通过国内的银行卡支付，包括用我的爱汇旅支卡支付，全部都是没有成功的。人民币的话也是没有办法去直接添加的。成功的2笔我都是通过全球付的账号来支付的。第一笔的话40刀，它的手续费是扣了1.82刀。第二笔的话是5刀，手续费是扣了5.23刀。然后下面那个记录的话是我发送了5刀回我的国内的银行去进行一个测试。另外2笔的话是我用它绑定 PayPal 时的2笔小额的 ACH 的验证。以上就是如何向 TransferWise 充值入金。如果说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欢迎在屏幕下方给我留言，我看到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随着现在互联网券商越来越发达，越来越多的互联网券商为他们的用户提供了临时的注资的账户，所以说现在银行券商的注资并不是很难。
但是的话，券商他们有意无意的都忽略了如何去出金的一个问题。一方面是因为国内的外汇管制对于接收外汇并不是很友好，另外一方面是关于资金流出这个事情，券商肯定不是很主动愿意去做的。所以说大部分券商或者说大部分资金回国的一个路子的话，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一般如果说你收到了境外的汇款的话，你再去取款的时候，银行一般都会让你提供这笔汇款的收入来源。TransferWise 的另外一个功能的话就是资金提取。经过我的测试， TransferWise 可以在6秒内将你国外的资金转化为人民币，并且汇入到你国内的银行。在下期的节目里，我会和大家分享如何去操作。大部分的小伙伴去办理境外资金卡的一个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投资。如果说你想要一个成功的投资，关键是要树立一个正确的理财观念，一个正确的财商的观念。近期我做了很多关于如何提升大家的财商，如何树立正确的金钱意识的视频。如果说你对这方面的内容比较感兴趣的话，欢迎到我的频道内去观看这些视频，我相信它一定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如果说你还没有订阅我，欢迎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按钮订阅，这样子的话你就能够第一时间收到我的视频的更新啦。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